这项服务就是为了时间不多的病人。有一些病人就会问家人，他们几时会再来，能不能做第二次？会有点伤感，因为说再见的时候，可能是你不可能再见到他了。前一天下午收到一则简讯，李润新第二天一早便出发。今天就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能力，做得最好，让病人有一个好像被呵护的，就是被人家宠啊那个感觉。60岁的李润新是一名呵护天使义工。通常在接到服务通知的24小时内，李润新就会前往指定地点和团队会合。等一下我们会去见的是Madam E，79岁的女士。OK。你们会看到她的腹部的右边有一个管子，所以等一下在做的时候，那个右边的那边要注意，就比较小心处理呢。由 HCA 慈怀护理成立的呵护天使计划，自2019年开始，就为临终之际的病患提供舒适的护理。Hello。每一次服务，李润新都会和护士及另一名义工一同登门造访。OK， 来，手放松松啊。现在我们把床移高，然后把床挪出来一点啊。2024年1月，不愿具名的79岁阿嬷被诊断出患有直肠癌，而且癌细胞已扩散至肝脏。就好了，好，就好了。呵护天使到访的这天，她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。OK， 阿妈跟你洗头哈。每一个部分，我们都会跟病人沟通先。现在开始跟你洗眼睛跟洗脸哈。你跟他们讲一下，是表示你对他们的尊重。多一次多一次哦。他们虽然是可能不会回答你，但是我觉得他们是有感觉。哇，很好啊，知道我们在跟你洗脸啊，把嘴巴关起来好，谢谢你哦。我们也会注意他们的脸部表情，如果他的脸部表情有点挣扎，这样，那我们就要小心了。可以吗？当医生估计病患很可能在7到14天离世，呵护天使就会出动，为临终之际的病人进行最后的梳理。我们的病人大多数都是末期癌症病患。当我们接到 referral 的时候，我们尽量在24到48个小时内提供这项服务。因为有些病人的情况可能没有办法等到这项服务的到来，就可能会往生了。来龙坠，龙坠啊！就算你生病啊，或者是临终也好，就是希望能够看到就是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净的这样离去吧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服务让他们感觉到有一份尊严吧。Thank you, thank you。李润
心担任义工的初心，源自于他内心的一个遗憾。2020年冠病疫情期间，李润心85岁高龄的母亲身体状况突然急转直下。然后到了后期，妈妈躺在床上，根本就不可能起来，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照顾她，怎么样去减轻她的痛。其实，在整个清洗的过程中，挺挑战的，所以也让我感觉到，就是说，病人的家属是很需要这样的帮忙。所以我就去参加了呵护天使的义工的工作，就是希望是说让更多的病人都有机会及时接受到这样的一个服务。最有成就感就是做后我摸他们的皮肤啊、脸部啊，觉得嫩嫩的、滑滑的，然后看起来光亮光亮啊，香香清新嘛，OK。那你可以休息啦。呵护天使其实它不只是抹身、洗头和做按摩，其实它是一项更神圣的服务。在最后的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给家人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，病人是荷香的平静的离开。Thank you 啊 ，Thank you。我们要走了哈，回家了哦。那我们做完了啦，你休息。谢谢你，让我们给你洗身体哈，谢谢你。OK， 我们来了啊！开始打，哇，用力打下去，上，对，再来，4啊，耶！除了为临终病患做身体护理，每逢周一，家庭主妇李润心也会到康乐日间慈怀中心做义工，陪伴重症患者。还不是我嘞 ！Hello， 乐乐。嗨，乐乐。大家跟乐乐讲 hello。我觉得好像每个都像是我爸爸或我妈妈这样。在陪伴他们的过程中，和他们一起聊天啊，他们也很开心啊，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很有意义啊。OK，Thank you， 辛苦了。原来兔子玩偶里的神秘人物正是李润心的女儿欧阳佩诗。工作再忙，只要妈妈需要，她都会抽空到日间中心帮忙。女儿一上来都知道我是有做义工的，她其实都很支持我但是如果你是说做呵护天使的话，那家人是有点担忧。因为病人的身上也是很多的伤口了，有些裂开的伤。我做的时候，其实我是怕弄痛他们的，是说看到我有点担心他，因为没看过很多病人的人，可能对这些伤口或者是病状会吓了一跳。这个有看过。很多是有血液不循环啊，然后那个伤口不愈合就变成了长期有那个伤口在那边。我看到血会头晕，但是为了要克服这个困难，我就跟我女儿讲，给我看一些我害怕的照片。你真的要一边吃一边看吗？现在我就不怕了，只是说看到的时候是有点心痛的。有没有想过不要做？没有想到不要啦，只是想到怎么样顶下去咯。1年前，李润心刚加入呵护天使计划，因为经验不足，服务时感到忐忑不安。所幸有资深义工陈瑞珍从旁鼓励，给他打下一剂强心针。
起初做前面的几个服务的时候，是有点战战兢兢啊。除了是怕他疼痛之外，也怕我自己手脚可能用力的力度可能不太好啊，还是会造成他们不适啊。如果你看到那个病人好像要吐，这样你转他最侧一点，因为有Esther的帮助，我会告诉自己，将来我也会对新人同样的细心的，还有慢慢的讲解，让他们也容易的学到上手。有时已经是到了那个个案的楼下了，他们说病人过世了，我的心情是有点失望的哦，就是没有机会可以见到那个个案啊，帮他。Hi, this is Nancy Yin calling for HCA Hospice, the Visual Angel team. And would like to schedule the appointment tomorrow morning around 9:30. 在临终关怀领域工作了9年，护士李艳云在2023年初接手呵护天使计划，负责带领义工们为临终病患进行身体护理。我们收到家属的 message 就是爸爸刚刚往生，我们就会取消这个服务。呵护天使现在目前大概有60多位义工。前一天我们接到 referral， 我们的协调员就会开始联系义工。一般上，如果当那个短讯送上来的时候，耳朵一听到叮，就要赶快跑出去看是不是 VA 的。我就是告诉自己，1个星期最少要做1次，因为我觉得临终病人所面对的病痛的挣扎啊，那种煎熬啊，其实是很痛苦。而这项服务虽然不能帮助他们对抗死亡，但是至少能让他们感觉到就身心比较放松，病人的家人也感到很欣慰。选到我去了，然后当天的晚上，我就会告诉自己说，不要有事，你要等我第2天去做那个服务啊。早安 ，Madam Ng 啊，我是护士啊，妍英，还有 Esther 哦，看一下肚子啊。A lot of answer。李润心自愿为临终病患进行最后的梳洗，因为每一次和病患初次相遇，都很可能是最后的告别，所以呵护天使团队都会用心地倾听每一张陌生面孔后的人生故事。以前他年轻的时候啊，他平常都做些什么？每个拜三还是拜四、拜五去巴萨对，买1个礼拜的菜回来，就是煮了下午就在那边，然后看电视，每天10点看完戏就是睡觉。当我每次听到家人告诉我们病人在生病之前所做的东西的时候，我自己本身也会想象咯，按摩一下你的后面的颈部哦。哇！听过了病患的故事后，每一次短暂的交集就不再是陌生的脸孔。听到他们的故事之后，我都带住一个很尊敬的心去看他们，然后告诉自己说要帮他做一个很好的按摩。可以慢慢的点头。Thank you, madam。89岁的黄女士在2年前患上肺癌，后来扩散到脑部。早上他的手会肿，我昨天还是 OK， 今天因为反反复复，对。当亲人的生命来到终点，看到挚爱受到病痛的折磨，或是面临死亡的恐惧，往往让家属心疼不已。在
这段时间，其实我跟我先生我们很 stress。其实我们要动他，真的我们也是怕，你懂吗？更何况他是一个斗得力，没有了自己的力气。1、2、3转。那种按摩还有那种要反过来，但是我们的力气真的做不到。他们就是真的很用心，带给一个老人家很好的一个舒缓。OK 啊，舒服了哈。会点头。有时候病人的家属们告诉我们，好久没有看到病人笑了，今天我们看到他笑了。对我们来说，其实就是很大的一种满足感吧。呵护天使的到来，不仅带来片刻的喘息，也让家属重温昔日与病人的美好回忆。留存在心中的，不再只是病榻前的模样。在那个环境下，快乐多于悲伤，因为他们在回忆他们以前美好的那些时光。那时候你就觉得，哇，真的很幸会呀！我也是觉得我家婆也是有这种感觉了。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的家婆这样的走啊，我觉得没有遗憾哦。每一次的义工服务，都必须直面死亡这个课题。如何调整心态，是每一位天使的功课。一般上，比如说我做了，可能第二天早上就会收到信息说，哦，昨天你做的病人，今天早上已经不在了，逝世了，这样。你休息了哈，我们回家啦。你会有点伤感，因为在说再见的时候，可能是你不可能再见到他了。每一次接触到这些临终病患的时候，都会很伤心。尤其是刚接到他们的通知说他们已经离开的时候，哭是蛮自然的。等过后我会告诉我自己，明天是美好的另外一天。我一般上是回家跟那个小狗，你要听我讲今天我做了什么。妈妈去做义工咯，那个公公很辛苦嘞。后来公公就睡着了。有时候是觉得他可以知道你的情绪，你开心你不开心。但你一般上你不开心的话，你叫他过来，他就会这样躺在这边给你，给你轻轻的，就不会走开了。之前对女儿嘛，就是摆起那个妈妈的架子。不可以，要打到我站在的地方。其实，在做呵护天使的过程中，你都会看到病痛来的时候的那种挣扎啊，就觉得自己应该不要对他要求太多，就大家开心一点哦，珍惜那一段在一起的时间就好，因为你不知道几时候你病痛啊就会到来的。以前他煮了饭我不回来吃，他会觉得有点生气。现在他看开很多，平日很多的有的执着烦恼，其实在死亡面前真的是很小很小的一个点。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上去做的时候帮他按摩，还有这边2个太阳穴，因为他们一般上在床上都很少运动嘛。李润欣的女儿欧阳佩诗是一名医护人员，因为现在有了为临终病人护理的经历，李润欣对于女儿工作的繁重更能感同身受。以前你一直跟我讲你很忙，有时候我也不是很了解咯。现在我对你的工作我就了解的更多，也比较谅解了。我做了3个小时，我都觉得很累了，对，更何况是那个10多个小时。加入呵护天使的1年来，母女关系不仅更跨前一步，
也抚平了李润心曾经的缺憾。当时在照顾妈妈的时候，有时挣扎的觉得是满头大汗，妈妈的衣服都还没有穿进去，就觉得有点失败。现在因为加入了呵护天使，也只懂得那个步骤啊。我都有告诉妈妈，就是说现在我已经参与这项服务。当初我是不能帮妈妈做啊，但是现在我却可以跟很多的病人做。我觉得妈妈在某一处也觉得替我高兴啊，对。因为母亲而结缘临终关怀，李润心与陌生人的每一场相逢，都是为自己当初无法熟练地照顾好母亲的遗憾，进行的一次次和解。